故事分享即将开始，现在请共同推选第一位分享者。我的星空在最上面，我先来讲好不好？好。哇，好可爱啊！对，两个小姑娘。那个时候我大女儿是8岁，小女儿4岁，我37岁。我一边照顾孩子，一边打工，然后还要一边应付离婚的官司，一份工作接着一份工作的做。怎么说呢？因为我是孩子的小环境，就是我为了他们，我得保持我最好的一个状态。那些年，甚至到现在，就是我最常和2个女儿说的话就是“妈妈在”。真不容易哦，真的。看哥看到了他的辛苦和他故作坚强，看不出哈，有这么柔弱的女孩有这样的一面。带2个女儿，她很小，关键是。当时离婚的时候，因为有2个小孩嘛，按惯例就是1人1个，妹妹是判给我的。 2个姐妹是分开的，一般会少这么判吧？但是，一般有2个小孩，总是1人带1个。哦，是吗？对父亲来说，就没有一个孩子跟他，他也可能也会难过。去年就是他跟我一起吃火锅的时候，他问我，他说：“妈妈，他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就是把我也带走？”然后我说是这样的，我是很希望我一个人带你们俩，但是我说法庭就是判不了，你妹妹太小了。我说我当时想吧，你大了，你有腿，你自己可以跑过来。然后他说：“妈妈，我现在不就已经跑过来了？”哇，当时那个话说了，真的。没有猜进去吗？我觉得那个女儿好难哦。马晴身上看到一个撒娇的小女孩，她居然经历了那么多。我当时很感谢我前夫，就是因为他说他想要儿子，然后把女儿留给我。我说你那么忙，谁照顾他？他说我可以找阿姨什么？我说你觉得阿姨能替代妈妈吗？我说都交给我来带，至少就是说家还在，然后妹妹也在，妈妈也在，对孩子比较好，所以我很感谢他，他成全了我照顾孩子的心意。当然我也承担了很多的责任，但我当时就觉得哇，我很难接受说2个孩子分开，然后所以母亲少一个孩子太痛苦了。小朋友对于离婚是有一种恐惧的。我也记得我10岁的时候在车里等着，我还有我妹妹在后面，然后我妈妈就突然问我，如果爸爸和我分开了，你想跟谁？我直接跟她说我想跟我爸。我理解了这个情况，不敢跟所有人说，我只跟我的最好的朋友就说，最近我爸爸妈妈要离婚了。后来我20多岁以后，我才再遇到我妈妈了。她那个时候已经有新的家庭，但是我对我妈妈是一直失望的一个状态。我是觉得，你怎么一次都不过来找我们呢？现在我有了孩子以后，我觉得我的角度变得很多，就会觉得都有年轻的时候可以理解。女人需要的是向下扎根的一种坚实感，那些至暗深刻所生发出来的坚韧，都是我自己的。正是这些给了我继续前行的自信和力量。好了，不好意思，没事。我相信，就是每一个妈妈，她内心深处对孩子的那种爱是天然的，她一定是爱的。妈妈和孩子的关系是，我觉得所有的男生是无法体会的。从无有到听到心跳到整个流程是会产生一种无法解释的另外一种关系。当一个妈妈离开一个家庭去做自己的时候，她可能会有很多的压力，但她如果未来的人生走的是好的，我觉得她值得被祝福。哇，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香港陪我2个儿子去看演唱会。我的朋友圈有很多他们的照片，但我想的是，等我死了以后，他们其实可以翻我的朋友圈的。
他们小的时候啊，因为双胞胎，我从小呢就是带孩子，双胞胎，比如说喂奶、换纸尿裤，就跟妈妈一样。我陪孩子踢球、排球、打乒乓球都是我教的。是个好爸爸啊！我也发好多小孩的照片在朋友圈。我是全部放硬盘，我是不玩社交媒体嘛，因为我喜欢整理所有的一些资料和手机的照片。我丈母娘的手机的照片，1年1次，我都会全部备份到我的硬盘里，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来看。像我的年龄，我可能很理解看哥，因为我们的孩子大了，他不想被拍照。看哥那个角度很打动我，他是希望孩子有一天回过头来看一看他的成长，并没有缺席过。我好像好难过啊，听见。朋友聚会其实有的时候让我去，我死我也不去，因为都是在下雪时间高峰期。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只有在车里能见到他们。哦，孩子是给妈妈了。哦。哪怕那几10分钟吧，也值了。其实有的时候堵车，我就想，越长越好。夫妻之间可能关系不好了，孩子呢是没有错的，他没有的选择，但是我们能用孩子的角度去关爱孩子，让孩子的童年，就是最后可以说的，我有一个好爸爸，我有一个好妈妈，我就值了。太棒了！所以他这么清楚他自己想要和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50岁的恋爱最了不起的地方，因为他真的做到了。我也有体会，因为我们那时候工作很忙，但是会坐飞机赶回来，也是为了有跟孩子还有一次吃饭的机会啊。所以其实父母蛮努力的。这个我觉得特别有共鸣。快看，那是我。哦，好可爱，小时候。这张照片是我在16岁跟我父母的合影。少女，那时候的我是一个非常幸福、自由的小女孩。长大后，我没有听父母的劝，一头扎进了爱情。可结婚没2年，新鲜感褪去，日子就露出了真面目。这种压抑的状态让我陷入焦虑。已经戒烟多年的父亲，又坐在沙发里抽起了烟。末了，只说：“回家吧，爸爸养你。”命运偏偏不随人愿，母亲和父亲相继查出了重病，先后离世。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走的那天，只知道身体在发抖，抖得我不知所措。12岁的女儿紧紧地抱着我，妈妈，别怕，还有我。我总觉得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让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我特别怕我给他的爱不够。女儿好漂亮啊！这长大了。好心碎啊！这么小就要安慰妈妈，带入他女儿的心情，我又觉得这个女儿太不容易了。一个女孩那么小就要承担起去安抚妈妈心情的这个作用。反而我觉得她的比较早成熟，她的价值观变得
更正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你自己可以选择你要当单亲妈妈，嗯，但是你不要把这种情绪转嫁给孩子，是，这是你自己的选择，而且不要觉得这个选择是失败或者对不起孩子，你做了一个你自己的人生的决定，然后你就应该去勇敢地面对它，应该承担起自己的人生，对自己负责。我估计他的女儿就是已经感觉到这个，所以他在说我已经成长了，妈妈你去吧，你应该做自己，可以的。对，就是你的人生没有那么可怕，你也都走过来了，是不是？这次因为女儿，我在人生半百的时候又叛逆了一次。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对我来说也是人生一次重启。不容易。哦，哇，这一段怎么一把啪啪啪啪，每个人都有故事的，真的。就是突然就好像很懂他们哈。每一个人分开的原因都是各个不同的，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个自己适当的理由，离婚也只不过是一个身份变化嘛。我命由我不由天。啊，哪吒。对对，老一辈的人，我们的父母这一辈，包括可能我这一辈，也会把离婚当做一种瑕疵。但我觉得现在的人没有把它当得那么重，是一个问题了。对，对，我是11年前离的婚。哦，是吗？然后当时我也没有觉得离婚好像是一次什么样的失败。哦，反而觉得离婚是一种想做自己的勇气。是。我儿子现在已经23岁了，他也要开谈恋爱了。我就问他，我说你会向往婚姻吗？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不害怕婚姻，我敢结婚，但我也敢离婚。因为他觉得离婚也不可怕。哇哦，好帅哦！果然这么大的字还是看不清楚。眼睛瞪瞎。这次还要特意字打大。对，已经打大了字。大家都有共鸣。如果等一下我激动的抖的话，那不是激动，那应该是有点冷而已。他要耍幽默。那些年的生日，因为有很多生意上的应酬交际，每一次生日大概都有几十到100多人一起过的，热闹是很热闹，但是从来都不是自己的。那个时候每天熬夜，每天喝酒，每天应酬，就成了家常便饭一样。我每次都能听到自己的内心的声音说：“哎，我是不是想这样过一辈子？”我觉得做自己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我回过头想，我都在20多岁的时候，我真的很清楚我想要做什么吗？我觉得非常不清楚的。他们都说人一生有3个自我，第一个自我是基因带来的自我，第二个自我是我们的家庭和社会文化希望的自己，只有到第3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自我才能够被找到自己。对，有可能它并不符合外界的标准。当你开始真正做自我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阻挡你。是的，是的。有一些人根据父母的安排，就是走这个路，但是后来，他心里可能就是想要做一个别的。我做的事情是很不高兴的。作为父母，想要做的是尽量让小朋友多接触接触。我现在不定任何目标，我不规划任何事情，就看你喜欢的是什么，都尝试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我能做的比较大的。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被允许做自己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现在是父母了，我们要允许孩子们做自己。是，对，给他更多的主动权。如今的我感觉是比较充实和平静的，也不用戴着面具去迎合谁。这样的第2次的人生，其实我自己来讲，我是很满意、很开心的。对，丽丽看她的眼神里都有爱哦。我是希望他们2个人可以好。对，丽丽和Jo，我觉得因为丽丽她开始做自己，然后Jo分享的也是她做自己的故事。就是2个很踏实的人，就是经历过事情以后，现在就是非常稳定。他们2个人在一起，应该也是会很舒服的。所以你说现在要说50岁的恋综跟20岁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50岁的恋综里面，我们看到爱情是伴随着人生的觉醒而到来的。经历过事情就是会更沉重。如果我们要选一个人生的照片的话，你会选一张什么样的照片？我觉得会是
我全家人在一起的照片。现在我妹妹不在了，因为我妹妹是我女儿生的前1个月才走的，然后我们2家人也是比较不容易在一起嘛。我家人都在美国，然后我老婆、我丈母娘都在国内。如果是一张照片就是应该是我老婆还是怀孕的时候，这2个家庭全部完整的那一刻吧。虽然孩子还没出生，对，但是他会到来的，是吧？对，对，我有点想不好我要分享的照片，但我在想，可能就是此时此刻的我吧。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爱过的人，我们看过的书，都会变成我们现在的自己。所以回忆中有很多人给过我很多爱，我的父母啊，我的前夫啊，前男友们呐，孩子啊，我的同事啊，我的朋友，太多了。然后我人生也经历过很多的，高峰，也经历过很多低谷。但是我现在想，就是所有走过的路都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我觉得人生没有任何后悔，就是每一个遇到的好与不好，都是导致我来到现在的。你如果能做一个穿梭时间的一个机器的话，你想要改变什么？我就认真思考、认真想的话，我还是会选择什么都不改。Hello， 今天非常高兴带着我的2个女儿录这期的陪看。这个是我的大女儿，然后呢，坐在画外的是我的小女儿。因为我之前要是追也是追那种，就是大学的那种，但是我第一次追这种全熟恋人全熟恋人，没有我想象中的会比较无聊啊啥。妈在怎么会无聊呢？就他们干的一些事情，就每一集看到结尾都特别期待下一集更新。妈妈有跟你剧透吗？我不需要他跟我剧透，他每天现在激动的跟我分享，然后分享着就剧透了。10年之前，我大女儿和我小女儿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家。10年过去了，我们3个人还是一个小小的家。其实这个回忆还是尘封了很久，看片子可能会有一些回忆吧。人生故事今天晚上就开始了。你们女生坐中间点嘛，它比较暖和嘛。你妈怎么一下子就坐到中间？因为中间有个火炉，你知道吗？故事分享即将开始，现在请共同推选第1位分享者。哇，好可爱！2个小姑娘，好萌啊！米达，这是我们买的床板，对着镜头说我们要搬家啦。哦，又要搬家了。我们那时候经常搬家。你还记得10年前，我们从有2层楼的房子搬出来，然后搬到那个很小的那个家，上下铺吧。哦，对，你跟妹妹有一个上下铺，但是你们后来其实大部分的晚上都是跟我挤在我的那张床上。每天出小区，姐姐上小学要迟到，然后就骂我，因为我比较拖拉。是谁骂你？我吗？姐姐。啊！我每天就是我拉着妹妹先送你到学校，然后我再抱着妹妹去坐公交车到幼儿园，我再去上班。就是我记忆犹深的是一次，我真的很怕迟到嘛，我先送完你，然后有一次抱着妹妹去追公交车的时候，因为公交车是不可能等我们的，然后我就拉着她，然后我们2个就全部摔倒了。后来我就抱起你妹妹，就是冲上了那辆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妹妹真的还是挺懂事的。有哪个节点是显示我懂事？不是，就是你也没有哭，就是因为我们2个都摔倒了，就是那一次。看似光鲜亮丽、衣食无忧的我的前半生，就此翻页。升级打怪的我的后半生就开始了。你看你小时候，一边打工，然后还要一边你小时候离婚的官司，一份工作接着一份工作的做。那个时候我妈妈来上海看我，然后说：“你一个人带着2个娃，打那么多份工，你怎么还像没事人一样笑嘻嘻的？”怎么说呢？因为我是孩子的小环境，就是我为了他们，我得保持我最好的一个状态。那些年，甚至到现在，就是我最常和2个女儿说的话就是：“妈妈在。”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时候实在没忍住。就是其实当时那个时候，你们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家里面我还一直挂着全家福的照片，其实是不太希望你们觉得我们家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故。只知道搬家了，然后家变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就是感觉换了个地方。当时会比较奇怪，有时候家里怎么只剩下3个人？对，就是然后有时候就爸爸只有隔一段时间才会过来给我辅导作业啥，或者是把我接出去到另一个房子里面检查作业。这个就是大房子的时候啊，对。我们跳舞。当时离婚的时候，因为有2个小孩嘛，按惯例就是1人1个，妹妹是判给我的。我相信姐姐在很多年对这件事情是一直会耿耿于怀的，因为我觉得她潜意识里会觉得，妈妈怎么不要我？好了，跟姐姐说再见了。说再见。拜姐姐。再见。你在这笑还是？不是，我看他腿在笑。因为当时妹妹还小，但是你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年龄了，我们是应该好好的跟你说一下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就让你莫名其妙的就去承担这样的局面。以前的话，跟我爸爸去住了以后，然后就感觉，或者可能感觉有点突然吧，然后就不太知道为啥。分开那些年没有特别亲，就因为平时不在一起嘛。对。然后我有时候打电话给他，可能家里就说他在做作业，然后就是不让他来接电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会中午跑到他学校去，就是请班主任让他下来。对，我记得。就是我就经常跟他在保安室见面。就我可能当时初中的时候，跟我朋友说这些事，可能会就自己比较敏感，但是我后来长大以后，就也不会刻意去想。然后他们呢，因为都比较单纯，就是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同学来家里面，他还问同学说，我要回去了，因为爸爸要那个烧饭了，就喊我回去。然后他当时就说啊，你爸住在你家的，就是那个时候大概小学1年级嘛，就是会比较天真嘛。然后我们家妹妹也不太那个，我记得她那个时候小时候在学校经常问同学说，哎，我是单一家庭，你是吗？确实，我觉得我们作为成年人，缺乏就是好好的跟小孩子去沟通这件事。可能我们当时太把他们当小孩子。感觉其实就是比较像正常妈妈的样子吧，但是就是不是那种完全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挺注重的，陪我的也挺多的，就感觉均衡比较好。因为他之前是在酒店做可能就是管理什么的吧，然后他也会把我带过去，然后就让酒店可能一些叔叔阿姨比较闲下来陪我玩，然后我妈闲下来会来看我。对，我还带他去北京出差，参加各种活动什么的。他就像我小助理一样，就是一直帮我背着电脑。其实妹妹在这些年真的，她在很多时候真的像小助理一样，就是帮我做很多事情的。会听完她的那些遭遇，就真的挺惊讶的。而且她看似一个娇小，看到她的坚强，深知这个人的背景和真正她能打开她的心扉跟你去畅想的时候，我觉得那些共鸣和那些想给她更多关爱的这种主动性就油然而发。好。哇，这张照片是在香港陪我2个儿子去看演唱会。朋友聚会其实有的时候让我去，我死我也不去，因为都是在下雪时间高峰期。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只有在车里能见到他们。孩子呢是没有错的，他没有的选择，但是我们能用孩子的角度去关爱孩子，
让孩子的童年，就是最后可以说的，我有一个好爸爸，我有一个好妈妈，我就值了。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俩见面那天？我说我是因为看了你相册，最后那个杯子把我给戳动的。我也买了一个那个杯子，我准备哪一天，如果像看书一样，就是成为一个那么好妈妈的时候，我准备打开给自己用。我不是很记得。他们写很小就会经常给我写信，然后上面都会有很暖的一些那个。姐姐是随时随地可以给我，她知道我吃菠萝，她只要进便利店，她就会给我买新鲜的菠萝。然后我们家妹妹很小的时候就会送我项链，她可能知道我爱美。9块9。我不是做其他的。然后去年给我买了一个手机，我那天晚上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就是做得更好。哎呦，我的睫毛，我的妈！丢了，不好意思，哭到掉睫毛。就是他们在10年前那么小的时候，其实就属于我带他们一起去吃饭，他们最后看着碗盘子里的最后一块红烧肉，那时候他7岁，他4岁，他们就会说：“妈妈，你再吃一块吧。”很照顾。这次因为女儿，我在人生半百的时候，又叛逆了一次。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他打消我所有的顾虑，走出舒适区来参加节目。于是，我坐在了这里，和你们在一起。谢谢，谢谢。女儿永远是爸爸的小情人，是吗？他在发表什么点评啊？话多，死话多。为自己鼓掌吧。好，致敬我们了不起的前半生，还有我们的重生，我们的勇敢。哦，对，蝴蝶，对，你看他也有蝴蝶，哎，你也对，就是今年他生日的时候，我也给了他同款的戒指，然后在戒圈里面刻了 "It's sunny now"。天晴了那个意思，对，我就记得就是我跟他们住的2年，我半夜就是看到蟑螂，然后说，就把蟑螂当蝴蝶吧。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我女儿可以比较乐观和那个的，去度过有一些不那么容易的人生的时刻吧。那我觉得我可以依旧就是把我妈妈刻给我的那句话再送给她，就是 "It's sunny now"。不要委屈自己了，我觉得还是要把自己优先一下吧。我还是希望他把他自己当回事儿一点吧。我挺把自己优先的呀。哎呦，我的睫毛。我其实觉得这个节目挺好的，这节目就是我留给你们的电子遗书，知道吧？万一我有哪天不在了，你们想我，哇，这个是你妈妈的很好看的一个时刻，你知道吗？然后你就可以反复看，就是你记忆中的，就是摸一下红的啊，摸一下红的，什么摸一下红的？摸一下红的，晦气啊，不晦气，那有啥晦气？不是。今天的话陪看就录到这里了，然后期待下一期的节目。就实在不好意思，我怎么又开始哭了？打开腾讯视频看日落时分说爱你，每周4、周5看正片，周6看惊喜加更，更多甜蜜时刻等你发现。每周日、周一陪看正片，超多内容想不停。所以这是我送给你，我送给你。这不是。不是按照我爸爸的名字吗？说懵了。不是我自己起个姓。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的梦想是跟王老师一起开着粉色小轿跑，去青罗看洱海。那你上去拿的时候，你心里慌吗？我慌是差点摔了。真假？真假？真的。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沉浸，畅享极致视听体验。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专属优惠。现在开通 SVI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大屏观影等特权。
腾讯视频占卜卡、年轻人专属会员、享亲临现场等10大权益。关注腾讯视频 VIP 官方账号，最新会员权益、福利资讯抢先知。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